不好意思啊，加拉赫这一个角色的视频呢，给大家出的稍微晚了一点，因为最近在出差嘛，也请大家多多担待一下。先来说下加拉赫这个角色的定位吧。在战斗中，他的非强化普攻呢，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普攻，并没有什么太大用处。他的 E 技能可以对队友进行一个单体治疗。了解。4点小时了。OK， 这一个治疗量其实还是非常高的。如果你的加拉赫到达了2命，那么这个 E 技能的治疗还有一个解控的效果。4点小时了。就是这样。他的大招，首先释放完大招之后，会给自己拉条100%，也就释放完大招之后，加拉赫能立刻再行动一次。同时，下一次的普攻会变为强化普攻，强化普攻命中敌人，可以让敌人的攻击力降低。然后释放大招后，加拉赫会让对方陷入2回合的鸣钉状态。如果你有4命的话，会陷入3回合的鸣钉状态。陷入鸣钉状态的敌人受到的击破伤害会提高，并且加拉赫攻击鸣钉状态下的敌人，那么全队就会恢复一个血量。那这个全队恢复的血量还是比较高的。然后队友攻击鸣钉状态下的敌人呢，会给自身恢复一个血量。看见没有？我放个1倍速让大家看清楚一点，这个血量是多少？1451啊！所以说加拉赫还算是一个非常奶的奶妈了。你想想，这个鸣钉状态可以持续3回合，这3个回合中，每次有方行动，都能给自己回这么1000点血。这个回血方式实战起来有点像罗刹啊。那我故意这边吃对方一个大招。然后我方进行攻击，又把自己给奶上去了。以上录屏就是加拉赫在实战中的定位还有用法了。其实我就直说了吧，他在实战中用起来和罗刹非常的像啊。加拉赫可以直说了，它是一个弱化版的罗刹啊。罗刹有那一个驱散对面的增益的功能，加拉赫没有。然后罗刹的 E 技能可以进行急救，加拉赫也没有。但总体用下来呢，确实是挺像罗刹的。接下来，光锥和仪器的带法。光锥方面非常简单啊，其实罗刹的光锥才是最适合加拉赫的，但我觉得你不会把罗刹的光锥给他用，所以4星最佳替代是何以为真这个光锥。如果没有何以为真这个光锥的话，用等价交换也是不错的。除了光锥以外，仪器方面，个人觉得没有必要去硬凑4件套啊，2击破。2治疗就可以了，然后呢，内圈带盗贼公国就可以了啊。主要是它的主属性方面，衣服带治疗量加成，鞋子带速度啊，然后球的话，个人带的是生命值，当然你也可以带什么火伤啊什么的，随你了。主要是绳子，绳子很多小伙伴想着会不会带击破特工啊，但是。加拉赫的奶量是完全溢出的啊，所以我个人建议带能量恢复效率，这就是加拉赫最佳的仪器带法。那加拉赫这一个角色，屏幕前的你究竟该不该练呢？在这里我给大家分为你有黄泉和没有黄泉的情况。先来讲没有黄泉的情况啊，如果屏幕前的你没有黄泉，并且你的加拉赫没有达到2命，那我觉得加拉赫就可以不练啊。因为没有达到2命的加拉赫，虽然奶量很不错，但是它失去了一个奶妈比较关键的解控能力，对比其他奶妈就没啥优势了。所以我个人建议没有达到2命可以不练。接下来，如果你达到了2命，那又分为以下几个情况啊。如果你已经深渊上下层练成了2个比较强势的生存队友的话，那加拉赫可以不练，练的没啥意义，因为到达了2命的加拉赫，说白了就是个弱化版的罗刹啊。但是你现在深渊还比较苦手，罗刹、符玄还有霍霍3个都没有啊，那加拉赫我个人还是比较推荐你练一个的，因为用下来舒适度确实还是非常不错的，奶量嘎嘎高。说完了没有黄泉的情况，接下来说一说有黄泉的情况。
如果你的黄泉队伍里拥有带着宇宙市场趋势的福玄，或者拥有带着宇宙市场趋势的杰帕德，那加拉赫就可以不用练。换句话说，就是加拉赫是宇宙市场趋势这一张光锥的完美下位替代啊，是不是有点幽默？但是呢，个人觉得它比带着市场趋势的火主还是要更强的。总结下来的强度梯队是这样的，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接下来我们来打一场实战给大家看看。现在我这个黄泉队伍是比较顶配的啊，它是拥有带着宇宙市场趋势的福玄进行辅助的。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残梦叠的有多快。对面打我一下叠一层，再打我一下再叠一层就7层了，然后我们银狼再直接给它叠上2层，我们基本上半回合就能开出一个大招来。1刀、2刀、3刀，40万伤害就直接上去了啊！然后不仅如此，我们接下来第2回合叠的也非常的快啊！来，黄泉先一个1技能自己再叠1层，然后对面的金鱼喷我们一下又叠1层，又喷我们一下又叠1层，直接叠到7层了。然后佩拉一个1技能再一个大招，黄泉就又能开大了。好的，直接开大，看看能不能灵替直接带走。嘣，炸死他！好的，拥有宇宙市场趋势的福玄灵替直接带走了。现在我们把关键的宇宙市场趋势光锥给它去掉，看一看队伍会不会变得有点蛋疼。受击的时候就不会增加残梦的这一个层数了，可以说是残梦累积的速率直接砍掉了1半。宇宙市场趋势这一张光锥对于黄泉队伍实在是太重要了。好的，第1回合的金鱼我都让他喷了2下，哎，属实是有点难受。这里我银狼开一个大吧，银狼开一个大，这黄泉终于能开出第1波大招了。1刀、2刀、3刀。第1波大招结束之后，我们再来观察一下这个残梦累积的速率怎么样。先佩拉给他加1点，佩拉1技能再给他加1点，银狼再给他加1点。你看，假设我这里如果带了宇宙市场趋势的话，对面2只金鱼喷我2下，我是能加2点残梦的，但是非常残念啊，没有宇宙市场趋势就是那么难受。佩拉给他加1点，然后黄泉再加1点，终于能开出大招来了。最后打出来的成绩是1T 啊，虽然也不错啊，但是呢卡手了很多。最后我们把福玄给他换成加拉赫，看一下加拉赫的实战表现怎么样吧，我们拭目以待。佩拉先加1点残梦，好的，然后再加1点。现在我们的加拉赫可以先普攻，普攻了之后立刻开大招，大招就会给自己拉条100%。大招先给黄泉叠1层残梦，然后强化普攻奶全队的同时再给黄泉叠1层残梦，然后银狼就把这个残梦给叠满了。有一说一，作为市场福玄的下位替代，加拉赫加入黄泉队伍的生存位呢，体验下来还是挺不错的啊。但是有一点要注意啊，毕竟它少了福玄的那一点增伤，这个队伍的总体伤害是会下降一点的啊。这个毕竟是一个4星角色嘛，大家也要理解一下。好的，这个奶量也不错啊，每个友方行动一下就给自己回复1500左右的奶量，这个确实不错。单奶一下又是3000多的这一个奶量。整体玩下来，队伍的生存是完全没有什么问题的。
甚至打萨姆这样的怪物的话，它还比福玄要稳定一点啊。不过毕竟是少了福太后的增伤能力，所以黄泉并没有2波大招就把对面给秒了，还是打的3波大招的啊。毕竟是一个4星角色嘛，我觉得大家应该也能体谅这一点。佩拉再叠一层残梦，佩拉再叠一层。像我加拉赫一个普攻能不能满能量啊？如果能满能量的话，哎呀，没有满能量有点可惜。满能量的话又可以，哎，好的，现在满了，我又可以用加拉赫给黄泉叠层数了。加拉赫一个大招叠黄泉1点残梦层数啊，一个强化普攻奶全队的同时又叠1层层数，然后黄泉直接开大把对面带走。开大的过程中还可以享受到加拉赫的这一个奶量啊。以上就是加拉赫加入黄泉队伍的一个实战了，同样也是打了1T。以上呢就是加拉赫的一个实战了啊。作为一个4星角色，我并没有5星角色测的那么的详细，但是个人觉得本期视频把观众想要了解到的最重点的东西都给大家展示清楚了，希望还是对你有所帮助。至于星魂方面，核心星魂是2星魂啊，然后4星魂的话也不错，能点到4星魂的话呀，点到4星魂也行。其他星魂呢都是没有什么太大必要的啊，这就是它的星魂的一个提升了。本期视频就给大家做到这儿，最后祝你欧气满满，身体健康，886。